這期節目啊，我們主要來聊聊世界上最危險的一群黑客的歷史。这些人啊，曾经有过好几个化名，比如隐蔽之眼、和平守護者、聶學院，其中名頭最響的是拉薩路集團。從2009年開始啊，拉薩路集團入侵過醫院，滲透過電影公司，搶劫銀行，擾亂政府。最近呢，更是幹了一票大的，他們策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加密貨幣盜竊案。這些攻擊並非偶發的或者是隨機事件，每一宗案件的源頭都指向了一個大多數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北韓或者北朝鮮。对於外界來說呀，這個北韓或許只是一個神秘而且貧困的國家，說那兒的人呢，可能吃了上頓沒下頓，到了晚上就停電，普通人沒法上網，甚至沒有手機。但是在執法機構的眼中，北韓卻有着另外一張面孔，這是一個擁有世界上最頑強且最危險的黑客集團的國家。那麼問題來了，他們到底是怎麼培養的這樣一支網絡軍隊的呢？他們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招募的？是如何訓練的？真正的目標是什麼？要理解拉薩路集團，就像拼一個特別複雜的拼圖一樣。回答這些問題啊，需要從幾十起網絡犯罪中，還有遍布全球的銀行、慈善機構、賭場，乃至一些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一點一滴拼湊出線索。當我們把幾個關鍵節點串聯起來，就會發現這個故事遠不止黑客活動那麼簡單，這是整個國家的故事。這個國家的悲慘歷史，把它塑造成了世界上最大最複雜的犯罪集團。要了解這段歷史，我們需要從那條廣為人知的38線說起。說1945年8月9日這一天啊，美國在長崎偷竊原子彈，這個事兒發生了不到1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畫上了句號，終於不用打仗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兒，說好了，該回家吃飯了。哪成想他們這邊結束了，朝鮮半島那邊的故事才剛開始翻頁。朝鮮啊，被日本佔領了35年，二戰過後，日本人走了，盟軍來了，說是要協助過渡，結果把半島一分為二，以北緯38度線為界，北邊呢讓蘇聯看護，南邊給美國照料。原本大家說啊，說這只是暫時安排，互相幫忙。可是戰爭一停，美蘇兩個大國的盤算就出來了，理念不同，利益不同。朝鮮半島這塊地兒呢，一下子就捲進了兩個世界的博弈圈。你說巧不巧吧？隔牆就是敵人，兄弟變成路人。到了1948年，這條線啊，直接變成了界限。北邊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邊成立了大韓民國，兩邊一分家，這個緊張氣氛立刻上升。南韓呢走的是資本主義路線，北韓在蘇聯的幫忙下走上了社會主義路線。這時候北邊的領導人呢叫做金日成，在朝鮮官方的宣傳中，他是一位極為傳奇的抗日戰士，並且獨自領導了一系列運動。但是真實的歷史情況比較複雜，金呢的確有參與過抗日，只不過有關他的上位啊，更重要的是因為有蘇聯的扶持，才站穩腳跟成為領袖。金日成想要統一半島，於是到1950年，北朝鮮的軍隊越過38線，向南發起攻勢。這一打可不要緊，南方頓時一片混亂，節節敗退，幾乎被打回了釜山一角。美國那邊呢，很快調兵遣將，開始反攻，這個戰火就一波接一波。美國是多次空襲轟炸北韓，據說有大約 85% 的建築物都被摧毀了，什麼房屋、醫院和工廠幾乎無一幸免。到了1950年10月，美軍一路推到中國邊境，中國看着形勢緊張，擔心美軍逼到自家門口，於是出兵介入。最終呢，雙方在38線附近僵持下來。朝鮮戰爭啊，於1953年簽署停戰協定，從此就形成了一道至今世界上最嚴密的非軍事區。戰爭結束後，這個北韓是什麼樣呢？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滿目瘡痍。工廠
被炸光了，城市變成廢墟了，數百萬人傷亡，經濟幾乎全毀。那麼金日成呢，當然不甘心落後，從50年代末期開始親自跑基層，據說視察超過1300次，從工廠到礦場，從公路到學校，對建設的進度嚴加督導。官方對外宣傳說這個朝鮮經濟起飛了，超越南韓了。可實際上呢，恨不得連飛機起飛的油都是靠別人救濟的。這一波所謂的熱潮背後全是靠蘇聯的貸款在支撐着。別人借錢買糧，他借錢造廠房；別人借錢修鐵路，他借錢修雕像。結果熱鬧了一陣子，很快就發現玩不轉了。為什麼玩不轉呢？因為蘇聯那邊跟中國鬧翻了。上個世紀60、70年代啊，蘇聯和中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這個裂痕越来越深。朝鮮在站隊的過程中呢，靠向了支持他們的中國。結果蘇聯呢不乐意了，咔嚓一刀把援助給切斷了。北朝鮮的这個經濟呢，從此就開始搖搖欲墜。金日成呢，不願意依賴任何外國，於是拍板一想，靠誰都不如靠自己。朝鮮很快呢就推出了一個新名詞兒，叫做主體思想。說白了，就是自力更生，一種徹底自給自足的意識形態，主張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完全獨立於外界。從此以後呢，金日成就切斷了所有外援，禁止進口糧食，驅逐蘇中顧問，對外關閉，對內宣傳，把自己塑造成了國家的中心。朝鮮由此就進入了極端且封閉的路線，被外界稱作飲食王國。然而自給自足的這個理想很快在現實中破產了。嘴上喊着口號是一回事，真靠自己活下來那是另一回事。北朝鮮啊，礦藏稀少，除了煤炭以外，幾乎沒有可供開採的自然資源，80%以上的土地都是山區，不適合耕種。短短幾年，朝鮮的經濟就陷入癱瘓，數百萬民眾只能靠着微薄的食品供給維持生計。老百姓是一邊唱讚歌，一邊啃樹皮。朝鮮當局呢，當然也知道這個形勢很糟糕，只是從來不肯公開承認。公開的場合要求自力更生，可是私底下卻又背離了這一理念。為了維持國家運轉，朝鮮再次向蘇聯、中國，甚至是法國和日本借貸數十億美元。同一時間的韓國呢，卻在朝着相反方向發展，外資大量湧入，民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那邊也轉變了經濟方向，開始以市場為主導。中國和韓國之間的貿易額漸漸就超過了朝鮮。隨着煤炭越來越難以開採，這幾乎唯一的一項出口產品漸漸呈現萎縮枯竭的局面。到這個時候，能夠支撐朝鮮運轉的就只剩下蘇聯提供的資金了。進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一場滅頂之災席捲而來，蘇聯解體了。那邊是房倒屋塌，這邊是糧油斷供，本來就不富裕的朝鮮，這下就真成了孤島。해방전 이후에 남북 조선 주요서당 사회단체 대표자들이 처음으로 한자리에 모여 대화할 큰 의의가 있습니다. 한방면은 이번 우리 회합이 가지는 의의는 우리 동蘇聯是朝鮮長期以來最為龐大且重要的盟友之一，但是在1991年，蘇聯突然解體，讓朝鮮失去了長期以來的經濟支柱，仿佛是一夜之間，這個朝鮮的食品短缺問題就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沒有飯吃成了最大的難題。金日成這時候已經70多歲，改革是不可能改革的，他認為唯一能夠保住政權的途徑就是加強軍備。90年代初期，朝鮮政府甚至把軍費列為第一優先，經濟搞不起來，至少軍隊得強，吃不飽那就忍着不吃吧，子彈不能少，坦克不能壞。到1994年呢，82歲的金日成病逝了，這個政權呢就過渡到了他的兒子金正日手中。人民正在挨餓，外界和朝鮮逐漸疏遠，經濟上瀕臨崩潰。這個時候的朝鮮已經處於極度需要改革的境地，但是不幸的是呢，已經來不及了。這種命運
早在幾十年前，20世紀60、70年代就已經注定了。說為什麼幾十年前就決定了呢？我們都知道，北朝鮮的耕地是相對比較少的，為了能夠充分利用每一塊土地種植糧食，政府呢號召人們把山裡的樹木成片成片的砍伐殆盡。砍光了樹木，可是沒有進行過替田改造啊，或者是加固。久而久之，這個環境就遭到了嚴重破坏，一天天一年年，形成惡性循環。到1995年的时候，土地已經變得極不穩定。這年7、8月份呢，趕上狂風暴雨，一場罕見的特大洪災襲擊朝鮮。有些地方因為沒有樹木固定，發生了極為嚴重的泥石流，大量的土壤、農作物流失，泥沙冲进河流，继而堵塞河道。洪水呢，蔓延到農田，甚至朝鮮的煤礦也受到影響。說沒有煤炭取暖或者做飯的時候怎麼辦呢？人們開始砍伐更多的樹木作為柴火，這就使得森林被砍伐的更加嚴重。等到再次發生洪災，大規模的山體滑坡掩埋了村莊，成千上萬的房屋被摧毀，交通癱瘓，電力中斷，農田遭到進一步破壞，農作物欠收，引發了全面的饑荒。很快呢，就餓殍滿地，死了很多人。這場災難呢，波及到了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金正日在上台不久，就不得不面對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越是想要掌控局面，就越害怕表現軟弱。為了加強軍事力量，維持統治，即便全國上下都在挨餓，即便醫院的藥品已經極度匱乏，他還是給軍隊添置了新的武器、新的兵源和新的基地。到1998年，朝鮮終于允許世界糧食計劃署可以入境展開調查。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在進入朝鮮以後看到的景象是讓人難以置信的。骨瘦如柴的兒童，空無一人的村莊，隨處可見的荒蕪的農田，種種跡象表明，這個國家呀，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雖然朝鮮當局從未公布過官方數據，但是根據獨立研究機構估算啊，從1995年到1998年，洪水和饑荒大約造成了24萬到300萬人死亡，就連朝鮮的精英階層也沒能幸免。儘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洪水、饑荒，窮到叮當響，可是這個政府呢，仍然在正常運轉，甚至還償還了一部分國際債務，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控制。沒有外來投資，沒有出口，工業極度落後，盟友少得可憐。正常情況下，這個政權應該早就崩潰了，但是呢，他卻撐了過來，屹立不倒。在外界看來，這簡直就是個奇蹟。同時呢，這種現象也讓人們疑惑不解，說遭受這麼重大的災難，在看似毫無希望的情況下，他們究竟是怎麼存活下來的？有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渠道呢？1989年，菲律賓中央銀行的一名現金管理員在整理一沓100元美鈔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問題，就說這些美金啊，感覺上有點不像真錢，可是又看不出到底哪裡做了假，拿不準主意。他們就把其中一張被記錄為 C14342 的鈔票送到美國特勤局進行進一步檢查。最開始啊，美國特勤局也沒太重視，因為每年光是查獲的這個假鈔得有幾百萬張，這可能就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例。但是經過仔細鑑別，他們發現說這張 C14342 啊，並非普通的假鈔，它幾乎和真鈔一模一樣，無論是紙張還是油墨，甚至連印刷機用的都是美國同款，只有在放大以後才能夠看到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張以假亂真的鈔票啊，被特勤局稱作超級美元。在此之後呢，不只是菲律賓、日本、伊朗、俄羅斯等地也相繼發现了更多的超級美元。美國政府大為震驚，如果有足夠多的高質量假鈔進入到全球金融系統，將會對美元的信譽造成嚴重威脅，並且
擾亂國際貿易秩序。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偽造貨幣的問題，而是已經關係到國家安全。所以呢，到了1996年，美國對100元面值的鈔票进行了全面改版，新增了8項防偽特徵。結果這新鈔一出啊，沒多久又被仿了，而且這一回呢要更加的逼真，甚至印刷的比真錢還要清晰。到這會兒，美國政府已經基本確認說幹這個事兒的絕非等閒之輩，一般的印刷技術和機器是不可能達到這種精度的。超級美元背後的這個操縱者擁有的是跟美国財政部相當的資源、設備和專業知識。隨着調查的深入，一個名字一個國家不斷出現在線索之中。起初呢，是紐約和澳門有2家銀行在交易過程中發現了大量的超级美元。追查的时候，從澳门這家銀行牽扯出來一家名為中光的公司。調查人員走訪到這家公司以後，發現他們的牆上掛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像。大概1年以後，泰國警方在一個海灘度假村破獲了一起假鈔走私案。有一夥人呢，想要低價出售一批美元假幣，被逮個正着以後，警方開始追蹤這些鈔票的來源，就發現這個案件的主謀是一個正在逃亡的日本人。這人呢，曾經在70年代劫持過飛機，後來跑到朝鮮獲得了庇護。當泰國方面抓住他的時候，這哥們兒正坐在一輛奔馳車裡，身旁呢還有3名朝鮮外交官。這2起案件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說朝鮮就是超級美元的制造者，但是方方面面的線索卻又都指向了他們。恰巧這個時候，有2個逃出朝鮮的脫北者從側面給出了一種說法。他們說什麼呢？說所有的偽造行為都是在政府層面进行的，平壤有專門的工厂來做這些事兒。他們購買了最先進的設備和專用油墨，由經過訓練的專業人員操作，這樣制作出來的美元甚至騙過了韓國情報機構的專家。錢印出來以後，會有專人負責偷運出國，出售這些假幣，並且帶回真鈔。整個走私網絡不僅有朝鮮外交官參與，還涉及到一些克格勃特工和伊朗特工。這些假幣呢，源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在全球範圍內流通。不仅是黑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出現在合法的银行兌換中心。到21世紀初，甚至滲透到了美国本土。美國呢也意識到了必須採取反制措施，他們發表公開聲明說，在過去幾年裡特勤局一直在調查一個制造假鈔的犯罪集团，現在呢已經基本判定其源頭就是北韓。FBI 隨後安排了2條線展開臥底行動，等到時機成熟以後，2005年在美国本土接連进行诱捕行動，共計逮捕了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国等等國家和地區的數百名涉案人員。奇怪的是，抓了這麼些人，美國卻從未逮捕過任何一個和案件有關的朝鮮人。朝鮮的官員們曾經很多次被當場查到携带大量的超级美元，這是確鑿的事實。但是這些人呢，在出境的時候持有的是外交護照，理論上享有外交豁免權，美國沒法抓人，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呢，他們只是被遣返回国。北朝鮮對待這種指控則是一律否認，只說這些人都是被美國誣陷的受害者。這個故事到這兒還沒完，在幕後調查人員還在持續追查有關款項。人們發現這個資金好像總是指向澳门一家名叫亞洲三角洲的銀行。美方認為這家銀行在幫助朝鮮洗錢，隨後宣布亞洲三角洲銀行是主要洗錢關注對象。澳門的金融管理局就冻結了超過2500萬美元的款项。据說這些款項和北朝鮮有着密切關聯，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朝鮮統治階層。自此以後，超级美元基本上就绝跡了。有關的犯罪網絡被瓦解，洗錢的前台呢被冻結，假鈔這條道算是被堵死了。
更深遠的影響是什麼呢？是隨着世紀交替和科技發展，數位金融開始興起了，實體的偽鈔已經無法滿足需求。朝鮮的領導人呢，在網絡時代初期对新生事物高度重视，但是觸網如同觸電，開放就意味着死亡，所以絕大部分國民被禁止接觸網絡。與此同時呢，他們秘密培養了一批精通電腦的年輕軍官，準備把他們武器化，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繼續和美帝國持續抗衡下去，從油墨变成程序代碼，這就是他们的第二條現金流。1995对朝鮮而言啊，是一個特殊的年份。蘇聯解體的衝擊將散未散之際，遭遇了一場毀滅性的天災，對外界閉口不提，可是也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恢復元氣。在1990年到2000年這10年時間，據不完全統計，朝鮮的經濟萎縮超過 25%。到2006年，平均每個朝鮮人的年收入大致在1100美元上下，和南韓相比，僅僅是南韓平均數的1/17。在這一期間呢，他們很可能一直依賴那些近乎完美的美鈔仿製品來維持政權和統治。這條線被 FBI 切斷以後，形勢又一次窘迫了，瀕臨破產，被孤立，急需外匯。這時候啊，外界有一樣東西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普及全球，這就是互聯網。互聯網時代到來了，可是朝鮮呢，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互相通信或者是和外界聯絡，這是統治階層一直所忌憚的。一條線連接你我，同時也能讓人看清現實，怎麼辦呢？他們就構建了一個幾乎完全封閉、由政府控制的高度受限的網絡，而且呢，僅限於向特定的學校和機構提供通過嚴格審查的教育內容。普通民众不能自由上網，但是私底下呢，他們挑選人才，通過高強度的訓練，把網絡作為武器來使用。超級美元這條線被切斷以後，他們已經有一支不斷壯大的網絡行動部隊，開始謀劃如何為政府賺錢。北朝鮮發動的第一次網絡攻擊是在2009年7月，短短幾天之內，有幾十個韓國政府網站被虛假請求淹沒，最終導致癱瘓。那麼後來呢，給這波攻擊起了個名字，叫做特洛伊行動。從技術上來說，這種方式叫什麼呢？叫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通俗一點理解啊，這就像有一隊小兵堵住了商店大門，門口呢瞬間擠滿了人，真正要買東西的根本進不去。只要撤離了堵門的小兵，门口又會恢復如常。所以技術上雖然有效，但是相對粗糙，一旦攻擊停止，網站就會恢復運作。隨着時間推移，朝鮮的網絡攻擊手法日益成熟，膽量也越來越大。2013年3月，朝鮮再一次對韓國發動攻勢，2家大型銀行和電視台，3萬多台電腦在一夜之間全都崩潰了。恢復這些電腦需要耗費幾周的時間。這次行動呢，被稱為黑暗之魂。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啊，這回的黑客們已經能夠深入每台電腦的核心，他們入侵並且破壞了電腦的主開機記錄，就好像拔掉了電腦的點火開關，讓這些機器呢沒法啟動，想要修復就只能重裝操作系統。事後調查發現說這些手法甚至已經足以攻破南韓的軍事系統，但是黑客們呢好像又有所保留，入侵了這些電腦，但是並沒有偷取金錢的舉動，也沒有拷貝任何的機密檔案。可能是他們還在測試，也可能他們有更大的計劃。
從這個特洛伊到黑暗之魂，方方面面的線索都表明，北朝鮮的網絡應戰能力早已今非昔比，而且越来越精準，同時也更具野心。영광스러운 조선노동당 창건 야둔들 만세! 2011年12月，朝鮮第2任領袖金正日病逝了。他最小的兒子，年僅30歲的金正恩，被指定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上台初期所面臨的局面並不十分樂觀。他呢，既不像他的父親那樣有威望，也沒有他爺爺那種抗戰光環。外界有人笑他是娃娃臉，國內有人懷疑他沒有能力。面對內外形勢，他是迫切的需要強化自身權威的。所以我們看在那幾年，這位年輕領袖在個人形象上變化還是比較大的。一定程度而言啊，無論外在還是精神層面，形象是他統治的一個根本所在。可是機會往往和挑戰同時出現。2014年呢，好萊塢拍了一部新電影，這個電影名稱有的翻譯成採訪，有的翻譯成名嘴出任務，還有更狠的，直接翻譯成刺殺金正恩。這是一部由索尼影業出品的喜劇電影，主要講述的是2名記者被中央情報局招募，跑到朝鮮執行刺殺任務。這麼一個故事情節，拍片的人呢認為這只是一部電影，但是對朝鮮而言，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大，對領導人金正恩構成冒犯，甚至是戰爭行為。索尼高層也知道當中的情節爭議太大，但是仍然批准上映。朝鮮驻聯合國大使呢發聲抗議，認為這是赤裸裸的支持恐怖主義。索尼方面並沒太當回事，只是做了幾處小修改，準備按計劃上映。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部電影啊即將引發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網絡攻擊。2014年9月的某一天，一名索尼員工啊收到了一封關於即將推出的宣傳活動的電子郵件，郵件還帶着附件，把附件下載下來，起初看起來也沒什麼異常，但是在文件的深處隱藏着幾行惡意代碼，這是一道秘密的後門。接下來的幾周，索尼公司陸續收到類似的釣魚郵件，每一次釣魚成功，黑客就獲得了更深層的存取權限，他們像幽靈一樣存在着，暗中窺探索尼的內部系統。不到2個月的時間，他們竊取了大約100TB 的文件，包括一些沒有上映的電影、員工檔案資料、薪酬信息、機密郵件，甚至連私人的醫療記錄也一併打包拷走。距離刺殺金正恩上映僅僅1個月的時候，幾位索尼高層收到一封很奇怪的郵件，其中的內容是說呢，我們因索尼影業而受到重大損害，賠償必須以金錢形式支付，若不賠償，索尼影業將遭受全面攻擊。你們非常清楚，我們從不久等，最好聰明點行事。高層們認為呢，這只是胡言亂語，沒有理會。幾周以後啊，這年11月24日一早，索尼的員工們打開電腦以後，發現屏幕上已經不再是平時的界面，而是一個血紅色的骷髏頭，眼神陰森，屏幕上還寫着我們已經警告過你們，這只是開始，我們已經取得你們所有的內部資料，包括那些最高機密文件。刺殺金正恩上映的时候，你們将会體會到恐懼，記住2001年9月11日的教訓，落款是和平守護者。最開始人們啊還以為是鬧着玩，幾小時以後，索尼的電腦和電話逐一癱瘓，公司系統被徹底斷電，連財務系統也陷入停擺，員工們只能排隊領取手寫的薪資支票。短短1天時間，這家好萊塢影業巨頭啊幾乎被打回了石器時代。這些呢還只是開胃菜，5天以後，黑客們開始陸續放出竊取的數據。第一波啊是尚未上映的電影，直接砸了索尼的票房。第二波呢，則是索尼財報及高層薪資資料，
男女之間、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在工資上存在巨大的落差。這個消息很快引發爆炸性反應，大量網民攻擊索尼。第三波呢，他們曝光了副總裁艾米·帕斯卡對影星安吉麗娜·朱莉等人的私下評論。消息傳出以後，很快引發了一場醜聞風暴。除此以外啊，有近4000名員工的個人資料被公開了，包括什麼社會安全碼、醫療記錄等等敏感信息。這一系列行動的實際意圖很明顯，就是要迫使索尼取消電影上映。很快的，黑客們又發出了威脅公告，暗示如果刺殺金正恩上映，會對觀眾造成不可預料的恐怖後果。由於擔心人身安全，美國的多家院線宣布停映這部電影。索尼呢也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要麼冒着恐怖襲擊的風險上映電影，要麼向黑客低頭取消上映計劃。最終呢，索尼決定取消全球公映。這個舉動立刻在娛樂界引發軒然大波，輿論抨擊索尼向恐怖主義投降，總統奧巴馬更是公開譴責，表示不能讓世界上某個暴君左右美國言論自由。方方面面壓力之下，索尼呢又把電影縮小範圍上映，但是票房依然慘淡。黑客們對索尼這一波攻擊啊，共計造成了高達2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但是更重大的影響在於美國政府首次公開點名指責金正恩政權應該對攻擊負責。朝鮮當局呢隨即否認指控，說這事兒跟他們沒有半毛錢關係。可是事後調查結果顯示，這一波攻擊和過去的特洛伊行動、黑暗之魂都是同一波 IP 地址。種種跡象表明啊，這是一支由北朝鮮資助、運作良好且有國家支持的網絡軍隊。儘管他们曾經以不同的名稱活動，在黑掉了索尼系統以後，所有這些攻擊都被統一歸入到了拉薩路集團的名下。說到這裡呢，你會發現一個關鍵的轉變，從之前靠假鈔走私到黑客軍團，印刷機上的油墨啊雖然好，但是呢它終究耗時耗力，網絡世界呢鍵盤一敲結果立現。這個轉變不是瞬間的爆發，而是長時間的醞釀。在索尼引發的風暴只不過是序章，真正的大戲還在後面等着登場。너무도 완벽하게, 너무도 훌륭하게 자기 몫을 수행해 주었습니다. 모든 행사들이 전체적인 면모에서 뿐 아니라 매 세부에서도 우리 국가의 문명성과 강대성을 보여주는데 유감이 없었습니다. 참으로 모두의 하나 같은 마음과 수고, 헌신에 의하여 우리의 명절은 빛나게 경축되었으며2016年2月裡的一天啊，孟加拉中央銀行的員工們在日常工作中忽然遇到了一件怪事。接連2天時間，每次要用打印機打印交易報表的時候，出來的都是白紙一張。說這是不是打印機卡紙了呢？檢查一番，看上去好像也沒什麼異常，大家也就沒有多想，以為這只是一般的打印機故障。到了第2天下午，有人把打印機重新啟動了一下，這下可好，這個打印機好像吐出了一肚子秘密一樣，把前一天積壓的所有文件一次性都給噴了出來。大部分的報表是來自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打印機出現故障的這1天半時間裡有人正在準備掏空整個孟加拉央行。銀行內沒有人批准這些交易，也沒有人知道是誰發送了這些指令，或者到底是怎麼發出的。他們所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開設於紐約聯儲銀行的10億美金，有9.51億正在被惡意轉出，動作麻利，乾淨利索。孟加拉這一下子就成了全球史上最大網絡搶劫案的中心。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說在1年多之前的某一天這家銀行人事部門收到一封求職郵件，郵件附上簡歷鏈接，點擊鏈接下載簡歷，所有操作都是正常的，但是鏈接裡邊包含了一個惡意程序。
這是一種類似釣魚的攻擊方式。程序一旦被植入電腦，就悄无聲息的在電腦裡扎根落腳，給黑客們打開一扇門。他們幾乎可以完全控制這台電腦，就算是重新開關機也一樣擺脫不掉。植入程序只是第一步，緊接着呢還有2步關鍵部署，一個是迅速橫向滲透銀行內網，再一個是在銀行系統裡邊建立一條隱蔽的加密通道，黑客們可以秘密傳遞指令和資料，並且不留下任何痕跡。一旦某一台電腦完成了任務，程序會自行卸載刪除操作記錄，就好像黑客沒有來過一樣。听上去跟電影似的，其實呢，這是一起真實發生的事件。準備的差不多了，理論上啊，已經可以完美掩蓋轉賬痕迹了。可是黑客們發現還有一道屏障始終繞不過去。到了2016年，多數的现代銀行啊，早已經數位化，什麼事都是在線上辦。可是孟加拉中央銀行仍然保留着一套實體流程，就是每一筆交易發生以後，系統都會自動打印一張報表，具體的金額和收款方、轉賬的時間和路徑等等相關細節一目了然。即便電腦裡邊的記錄被刪除了，但是自動打印的紙張一直都在。這個打印機就像一個不會說謊的證人。這些黑客啊，最終想了這麼個辦法，他們修改了自動打印報表的程序，一旦有轉賬，程序會把數據自動替換成0，打印機照常工作，只是打印出來的報表啊，全部都是空白文件，交易金額為0，收款方也是空白，沒有任何可供核对的信息。這就是為什麼銀行的人一開始啊，以為只是機器故障，其實是轉賬信息全被蓋住了。這回啊，真是準備妥當。等到當地時間周4晚上8點36分，一場大戲正式開場了。說為什麼這麼個時間呢？還有零有整的，這個時間安排的非常巧妙。孟加拉呢是穆斯林國家，周末是周5和周6，銀行員工大多要等到周日才來上班，所以直到周6下午，孟加拉這邊呢重新設定了機器，轉賬信息這才大量浮現出來。這個時候呢，他們立刻聯絡紐約聯儲銀行，這會輪到紐約進入周末，辦公室關了門，錢也已經不見了。錢都去哪兒了呢？這時候有一部分啊正在匯往菲律賓。事實證明，這也是一個很巧妙的安排。周末聯繫菲律賓銀行也聯繫不上，到了周一呢，又趕上農曆新年，整個亞洲很多地方都是公眾假期。3個時區、3個國家、3種假期文化，交錯出了一段長達5天的黃金時間。這個計劃看上去天衣無縫，9.5億美元正在從孟加拉的賬戶轉出，接着就可以迅速洗白、分散、消失。結果呢，人算不如天算，黑客們部署周密，但是最終呢，因為2個因素遭遇瓦解。這倆因素，一個是錯誤，一個是巧合。這個巧合啊，是訂單的地址中有一個違禁詞，只要包含了這個詞，紐約聯儲銀行的系統就會自動拉響警報，相關的支付就這樣被審查，大部分被紐約方面當場叫停。但並不是全部，有5筆交易總額超過1億美元僥幸通過了審查，其中有2000萬被轉給了斯里蘭卡一家慈善機構。有個眼尖的銀行職員發現收款方的名稱有拼寫錯誤，少寫了一個 O， 這筆交易呢就這樣被摁了下來。另外4筆共計8100萬匯到了菲律賓一家銀行，被黑客成功劫走。雖然可能沒達到黑客們的預期目標，但是對於孟加拉這樣一個國家來說，這個打擊還是很大的。這筆錢呢，很快在菲律賓兌換成當地貨幣，又重新存回銀行。8100萬有5000萬通過賭場吸走了，有3100萬被支付給了一個名叫徐偉康的中國人。菲律賓方面說，這個人帶上錢，坐上私人飛機離開了馬尼拉，從此就沒了音信。這起網絡搶劫案啊，很快被正式歸因於拉薩魯集團。調查人員在裡面呢，看見了以往的一些影子，類似的釣魚郵件，相同的跳板 IP， 甚至連惡意程序的那個代碼都如出一轍。要搶劫一個國家，不需要飛機大炮，對於黑客們而言，只需要一封郵件或者一行程序代碼。
2017年5月啊，有这么一天，英国伦敦啊有好几家医院开始出现一个離奇的狀況，醫院裡的電腦屏幕突然黑屏了， CT 掃描跟那個核磁共振的機器也同時停止工作，幾百名癌症患者被迫停診，甚至有正在進行中的手術因為讀不到病歷數據，醫生們開始手忙腳亂。就在驚慌之中，所有的電腦呢從漆黑一片突然變紅，屏幕上彈出一條消息，說你的檔案已被加密，別浪費時間了，只能通過我們的解密服務才能恢復，為人格擔保，能夠提供安全有效的恢復服務，但這是收費的，也不能無限期的推遲。彈窗上面呢還貼心提供了28種語言的付款說明，說3天內不付金額加倍，1周內不付你的資料就永別了。後來人們總結說說這是一種帶有勒索性質的蠕蟲病毒，而且倒霉的不止倫敦的醫院，德國的鐵路系統，西班牙的電信公司，俄羅斯的銀行、企業、醫院、學校，全世界數以萬計的電腦都看到了同樣的紅屏幕。在1天之內，全球有超過23萬台電腦，150多個國家遭到攻擊。在中國的感染呢，甚至波及到公安機關使用的內網。肯定有人會問，怎麼可能在不到1天之內攻破23萬台電腦呢？大多數病毒軟件需要人手滑點錯鏈接，這個後來被直譯為想哭的病毒呢很是不一樣，就說一旦感染一台機器，它會自動掃描整個網絡，把所有符合條件的電腦通通咬一口，每中一台它就自我複製，不斷向外擴張，網絡越大感染越快。想哭這種翻譯方式可能會讓人覺得好像冷笑話一樣，但是那些病人、醫護、系統癱瘓，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脅的人，一定是笑不出來的。種種跡象都表明這一次的病毒還是朝鮮拉薩路集團的作品。在全球範圍內搞了這麼大一個動作，可是最終賺到的贖金只有幾十萬美元，並非天文數字。然而重點不在當下的贖金有多少，而在於一個新的玩法被驗證了，把勒索所得換成加密貨幣，再通過交易所變現，洗錢可以變得更加高效。這次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要求用比特幣支付，並且需要轉入3個指定的錢包。區塊鏈的透明性讓後來的調查人員沿着交易流一路追到一個交易所，名叫 HitBTC。HitBTC 成了兌換的節點，一旦黑客在那邊提領，現金就能進入更傳統的洗錢路徑，比如孟加拉案中那套通過賭場和中介網絡組成的鏈條。最後錢就這樣消失在了視線之外。從此以後呢，拉薩路集團就開始全力投入到加密貨幣的世界。 전국이 변하고 흥하는 인민의 리상사비 건설의 전면적 발전기를 열어나가시는 우리 당과 국가 인민의 걸출한 수령 김정은 동지를 우러러 최대의 경의를 삼가 드렸습니다.最近幾年以來拉薩路集團的行動就像連續劇一樣，一個接着一個，而且招數越來越乾淨利落，越來越大手筆。2017年，他們入侵了某個著名的加密貨幣平台，短短幾個小時盜走了價值7500萬美元的比特幣。2020年，他們獲得了多個以太坊錢包密鑰，趁人不備掏空錢包，帶走2.75億美元。2022年，他們又盯上了一款爆紅的區塊鏈遊戲，入侵到遊戲平台，竊取了超過6億美元的加密貨幣。2024年又來了一場，他們利用漏洞，在印度某個加密交易所悄悄偷走2.3億。保守估計，從2017到2024，歸因於北韓的加密貨幣失竊，總額已經超過40億美元。隨着時間推移，貨幣增值，實際的金額可能還要更高。最令人吃驚的不是金額的多少，而是進化速度。
這個拉薩路從最初的釣魚郵件，短短幾年快速升級到能夠編寫层层加密的惡意軟件，設計多層級的洗錢機制，再到協調攻擊區塊鏈盜取加密貨幣。而就在2025年2月，他們又一次刷新了記錄。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公布的資料，說來自北韓的黑客拉薩路集團從加密貨幣交易所直接竊取了價值15億美元的虛擬資產。一家韓國首爾的區塊鏈分析公司表示說截止到2025年10月，北韓支持的黑客在這一年已經發起了30多次攻擊，累計金額超過20億美元。看了這麼多，聽了這麼多，你一定會想知道，說朝鮮這麼一個貧困閉塞的國家，到底是哪兒來的那麼多頂尖黑客的呢？有一個已經逃往南韓的計算機教授透露，說北韓政府秘密培養了大概6000名網絡戰士，專門負責創收創匯。這支網絡軍隊意義很重大，因為只需要投入極少的人力物力，就能夠實現巨大甚至是驚人的回報。有一些安全專家也認為，說拉薩路集團已經是現代史上最為精密的犯罪組織之一。提到網絡攻擊我們第一想到的可能是一群戴着帽子躲在地下室的邪惡天才，敲着键盤計劃着有一天要一鸣惊人。實際上幕後的人生可能比電影還要複雜，還帶點悲劇色彩。我們可以想象有這麼一個人，90年代出生在北朝鮮某個小村莊，有一天呢，村子裡斷了糧，孩子們只能挖野菜、捕田鼠充饥。這不是段子，是真實写照。就是在这樣的環境裡，這個孩子發現一件事，就是他对這個數字特別敏感。數學題對於他來說就像過家家一樣，在學校總是能拿高分。到了12歲，政府有當官的來挑人，他的名字呢被圈了起來，然後就被選入了朝鮮的精英班。幾年以後呢，他還戴着國家队的帽子，代表朝鮮去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短暫的瞥見外面的世界，看到別人的手機、電視、超市。回到平壤以後，他開始接受集中的電腦科學訓練，進入首都最頂尖的電腦大學，學習程序設計和網絡安全。和他一起接受培訓的呢，還有全國數千名類似的天才少年，但是走到最後的並不多，能最終留下的都是最聰明、最忠心的。後来有人分流去搞核武研发，有人被分配到網絡軍團。這個男孩呢是個例外，因為思想堅定，他被送到中國繼續深造。後來他成為了網絡戰士中的骨幹，每天在政府監控下執行網絡任務，為國家賺取外匯。他和其他幾個人被關在一間狹小的公寓裡，生活起居都受到嚴密監督，每天清晨6點起床，工作15到20個小時，通過侵入海外銀行，每年至少要賺到1萬美金，所有收入都必須上繳。這段生活極其艱苦，但是與此同時呢，他卻享受到了普通朝鮮民眾無法想象的自由。他能夠接觸到真正的互聯網，在朝鮮本土，任何官方的資訊都被禁止。但是身為黑客的他呢，因為工作原因需要了解外國文化，比如要發送釣魚郵件，誘使目標人群下載惡意軟件，又必須熟悉目標受眾的思維方式。所以呢，他混跡於全球各大遊戲論壇、各類社交媒體和財經網站，追蹤國際新聞，觀察流行時事，甚至追蹤名人緋聞。他可以看電影、聽音樂、讀新聞，越界接觸被封鎖的外國文化。他可能見識到了世上其他人的富裕與自由，明白了政府告訴他的都是謊言。過去的饑荒、無盡的飢餓，純屬人禍，並非天災。他看到了事實的全貌，卻學會了視而不見。因為在這個體制裡，他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任何一次想要脫逃，都意味着自己會被抓回來，甚至禍及3代。北朝鮮的法律規定叛逃者的罪過往往要由父母、祖父母甚至是孩子來承擔。
叛逃之後，他的親人將會遭受無盡的痛苦。權衡再三，這個年輕人做出抉擇，他選擇留在網絡軍隊中，因為這條路呢，給他帶來了難得的希望。在極其嚴格的分級制度之下，只有在體育、藝術或者電腦方面有卓越表現的人才有機會被提拔。作為一名黑客，生活嚴酷且充滿爭議，但是对于這個年輕人而言呢，他帶來了更好的食物配给，更舒適的住所，甚至有機會讓家人搬到平壤的城區生活。他清楚地知道，這或許是他和家人們唯一的一線出路，因此呢，他繼續埋頭工作，過着奇妙的雙重人生。為什麼奇妙呢？一腳站在21世紀的浪潮裡，另一腳卻被禁錮在殘酷的獨裁國度中。他看見了真相，卻選擇了回避。他是一名技術嫻熟的程序設計師，一名忠誠的士兵，但歸根結底，他也是一名被政權挾制、被迫成為武器的囚徒。他原本呢，可以用所學去創辦公司，研究醫療或者推動科學，末了卻被徵召被武器化，為政權繼續統治而服務。這是一場悲劇，只不過在朝鮮的故事裡，從來沒有單純的黑白善惡。縱觀這段歷史啊，在朝鮮的邏輯裡，每一次成功不是單純的技術勝利，而是換來一筆外匯、一個議價籌碼，或者是一段可以持續運營的資金鏈。換句話說，對政權而言，黑客這門生意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成本低，回報高，而且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比較可控。這些被挑出來訓練的網絡戰士啊，在嚴密監控下體驗着自由人生，一方面享受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小自由，另一方面呢，又必須服从感恩戴德的替領導人賺錢。這種雙重激勵讓人既有動力又沒得可選。站在今天視角，朝鮮在未來很可能把這條路當作長期策略。國際關係緊張的時候呢，這個網絡軍團完全可以當作外交或者報復的一個選項。所以拉薩路不只是一群會寫程序的人，而是已經深植在國家機器裡的一部分，稱得上是當今世界上最危險的黑客組織之一。短期內國際社會在這一方面很難完全拿捏朝鮮，而一旦朝鮮內部發生政權更迭動盪，這群黑客又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砝碼。好了，今天的節目咱們就說這麼多，感謝您的收看收聽，喜歡這裡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本期節目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